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今天由我这边来跟各位做说明，就是 KK Teaching 这个课件系统的使用方式。那首先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这个画面是我们的登录画面，我们只要输入我们的账号跟密码之后按 Login 就可以了。接下来稍微等一下。接下来我们会进到一个下载资源的这个画面。下载资源的画面呢，就是它右下角都会显示这个有更新。如果说我今天的教材，比方说我今天要上的这个教材 LA Starter， 它这边并没有显示，就表示我不需要更新，那我就直接按跳过。接下来会到一个选择班级的这个画面，那我今天要上课的班级是 LAS， 我就点击 LAS。进来之后会看到一个课程的这个画面，它就是左边的这个栏位它会显示我们的课时，那它会切分成很多的小节在这个地方，那我只要选择我今天要上课的课时，比方说是1至1，那中间的部分就会显示出我们的课程内容啊、能力目标啊、知识目标等等都会显示在这个地方。那我准备好之后就准备按备课。在备课的画面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小节里面会出现的所有的内容，比方说像是 phonics、words， 然后句型啊，然后 review 啊等等的这些，还有游戏跟考试等等。那如果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想要进行微调的时候呢，就是按右下角这个加号，它这边可以帮助我们，比方说我上课想要多加一点单字进来，我可以从别的小节里面把别的小节的这个单字就是加进来之后，就可以增加或减少。那下面的这个文本框的部分呢，就是比方说我今天在上 Words 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游戏叫做点一点。那我很怕我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会忘记，就是我有准备这个游戏，我就在这边打点一点。那到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会显示这个点一点，来提醒我自己说，我刚刚有设定这个游戏，那不要忘记这件事情这样子。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设置的这个点一点的这个部分，它在 Words 这边的这个 Tips， 我只要点这个 logo， 点一点就会出现。那我就会记得说，我刚刚其实是有设定这个游戏的。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刚刚的备课的部分，我们继续往下，就是这些只要是有文本框的部分都可以进行备注，那也是都可以进行就是把这个勾选或是需要勾选来进行微调。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些复习的游戏。那复习的游戏它原本这边预设的可能有大概4-5个左右。那如果说我不要这么多，我这边也可以进行微调。下面的这个 practice 跟 play 等等的这些也都是。那最下面这个 teaching aids 的部分呢，就是假设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我需要用到一些教具的部分，那我怕我会忘记，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备注。那就是在这边做备注之后，就可以知道说，我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是这些教具，然后都完毕了之后，我们就有点选 OK。接下来我们要针对我们的上课界面进行说明。这个是我们的上课画面，那在右边的侧栏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工具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等一下会一一做说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这个时钟。它是一个时钟，平常会显示我们的时间，但是它也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倒数计时器。点下去之后呢，我这边就设定，比方说我可能平常上课的时候有一些需要倒数计时的一些游戏啊，那我比方说我输入5秒，那它在5秒过后就会出现像这样子有一个小炸弹来提醒你说，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倒数计时来进行很多不同的活动。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media 的部分。这个 media 的这个键呢，它在按下去之后，它这边会显示这一本书所有出现的这个影片都会在这一边。那我就可以选择我要看的 media， 点进去就可以播放。Greetings。那这边就是都可以播放。Unit 1 TPR 1 Stand up, please. 2 Sit down.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 content
前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上课内容，也就是我们刚刚备课的那个页面里面设定的最主要的内容都是在这个地方。比方说刚刚看到的有 words， 然后有 sentences， 有一些练习啊、游戏啊，还有考试等等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我们有备注的功能，所以刚才我在 Word 这边设定了一个备注嘛，刚刚大家有看到就是在这边 Tips 这边写说点一点，那我就会记得说我在这个地方设定了游戏叫点一点，就是不会忘记这样子。那这边的部分呢，我们就是这个画面里面，它这边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选择的地方，那你选择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就是这一课里面可以选择的一些，比方说像单字，它就把这些单字列在这边，你就可以选择下一个跳到你要的单字。那这边单字的部分我们点击都可以发声。 Night Morning。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单字的部分啊，这边其实它有功能叫做 evaluation， 就是它有一个发音测评的部分，在我们的小火箭这边有一个发音测评的功能在这里。那因为就是这个功能它就是在因为我们就是远端连线的时候，小朋友的声音就是如果要远端测小朋友声音的话，可能会不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在远端上课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建议使用这个功能。不过就是小朋友他如果本身他们是有在使用我们的 KK 云学院的 APP 的话呢，那里面就是有自己的 evaluation 的功能在里面，它就是可以直接用那个 APP 的部分进行测评。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Spotlight 的部分。Spotlight 就是一个聚光灯。那比方说我今天我想要让小朋友的注意力集中一点啊，就是比方说我想要让他看这个太阳，我只要看这个太阳，我就是把 Spotlight 打在这边，这样它就是会有一种让小朋友可以集中精神的一个功效，就是看这边看这边的一个功能。这个是我们的 Spotlight。然后再来这个 Shade 呢，它是相反，它就是把东西遮起来。比方说我今天想要让小朋友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字上面，我不想让他看到图，然后我这样子切换，我就可以让小朋友就是把精神集中在这个认这个字形的上面，认字形的这个部分就可以这样子。或者是我今天想要让他看东西只看一半，也可以这样子做利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这个其他的部分，就是像是我们的 sentence 也是一样，就是在这边都可以进行点击的时候都可以就是直接听到发音，然后一样是可以做 evaluation， 但是就是一样是不建议在远端的时候使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background，就是如果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想要变更这个背板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做微调。就是比方说你想要让创造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其他的背景的颜色，就可以在这边调整。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边的分组积分的功能，就是 score。这边呢可以选择就是有很多的场景。像比方说这边有像苹果树啊、水族箱啊等等等，那我先选择一个像赛车好了。那我今天分了2组，那我这边可以打我的队伍名称，比方说我是 A 组跟 B 组，这边点选 OK 之后，我就会出现2个队伍。那上课的时候呢，我随时想要帮他们加分，我就是进来这个 score 的地方 ，A 组加分，加1分，加2分，加1分，就是在这边调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积分的话，下课之后也比较好进行计分。接下来来讲一下这个骰子的功能。骰子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就是直接在这边进行骰子。
这样子是这个骰子的功能。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的这个 content 的部分，它这边最上面有一个小白板，这个是白板的功能，不过因为它目前是支援的是触控萤幕，也就是说老师在笔电的时候可能无法使用这个萤幕，这个小白板的萤幕。但是如果说老师是使用 Zoom 的话，我们建议可以用这个 Zoom 的小白板的功能去替代这个功能。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边的就是功能内容的功能，就是我们现在以1至2的小课节来解说，因为这样才会有 review 的部分。首先我们看到这边呢，画面上它一开始会有一个 review 在这个地方，那它 review 的就会是上一个课节，也就是我们刚刚在画那个备课的画面里面自定的这个部分。那老师可以在这边先使用 review 的功能，之后再开始上今天的课程。那比方说这个 review 是上一个课节我们刚1至1所学到的内容都在这，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内容。然后这边比方说它就是会有一些练习，Morning. 再来就是会进到就是这一堂课的课程的内容，一样是从这边开始看，就是会有一些单字啊跟一些句型的学习。之后呢就是来到我们的 practice 的部分，刚刚我们在备课的地方有选择，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的 practice 的方式。那像这边第一个 matching 它就会是比方说就是 match 这个图跟字。那我现在就是测试几个给各位看看，然后可能会有 spelling， 比方说像这个是一个拖拉式的一个 spelling 的一个游戏，然后像是可能会有像这个句子重组的部分，或者是像这边的游戏是 Ooh la la. Popcorn. 那这些游戏的部分呢，因为老师在远端教学操作的时候，小朋友他是摸不到的，不像在我们在课堂里面直接使用课件的时候，小朋友是可以摸得到这些东西的。那远端课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就是老师您还是帮他们操作一下。然后接下来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些像是 play 的部分是游戏的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让他们玩游戏，然后会有这个 quiz， 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就是练习，学习完之后做练习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学生 APP 里面它也是有练习，那就是看老师说老师想要就是在课堂上教学呢，还是说就是让有使用 APP 的小朋友在家里面就是全员在家里面做作业也是可以。那游戏我们来看一个游戏好了。 3, 2, 1. Cupcake. Cupcake. Excellent. Popcorn. Excellent. 对，就是像这样子的练习的游戏的部分。那以上是我们课件的比较基本的功能说明，谢谢。